炮兵，地面部队中输出火力的中坚力量。在逐步走向信息化、智能化的现代战场，炮兵依旧发挥着摧城拔寨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炮兵专业的实弹演训场，看他们如何用手中的火炮完成致命的火力打击。我现在是跟随我们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的这个火箭炮专业的同学们一起坐在这个大卡车上。那么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快速的奔驰，我们要去进行一场呢参考实战化流程的这个教学和考核的过程啊。也就是说，在这条路的目的地呢是他们的课堂、考场，更是他们的战场。卡车的颠簸伴着嘹亮的歌声，我们的车队机动上百公里，终于进入了训练场里的预定位置。我们的课堂地处山区，风光秀丽，植被茂密，地形起伏。不过，实在没有时间看风景了。我们现在这边的学员呢，要在这个现场做一些这个射击前的准备工作。那么现在他们的工作呢，马上就要展开了，看他们那边已经集合了。下面我们各组啊，平整场地，清除杂草，画标识线，这一切为的是迎接一台重量级的装备出场。国产300毫米远程火箭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远火。这型火箭炮不仅多次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验，而且在历次的火力打击演习中，以发射时的磅礴气势和强悍高效的打击能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款广受关注的明星装备。远程火箭炮，我们说第一个是远，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火炮的射程呢，最多呢不会超过40公里。那么现在的这个门火箭炮呢，第一个是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精度高。传统的火箭炮兵所配备的弹种呢，它是无控火箭弹。但是我这个火箭炮呢，刚开始装备的是减控弹，那么现在已经达到了制导弹，我们可以做到指哪打哪。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的特点，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以及我们在教学训练过程中呢，就和传统的炮兵教学训练是不一样的。正因如此，远程火箭炮在这里是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进行教学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远程火箭炮的学员们正在进行协同训练。打击更遥远的目标，需要更加复杂的信息获取和分发，需要更加准确的指挥和协作。而对于发射车这样一个大家伙来说，操作它完成射击也会是一项更大的挑战。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一炮追，要跑，远程火箭炮的这个追，发射车的这个驾驶舱里面，我们看到的炮班就是在这里，包括在我后面的这个小房间里面来完成这个火炮的标准操作。虽然外面噪音很大，但是我其实也不敢特别大声的说话，因为怕影响到这个炮班之间的这种沟通，因为他们在这个
441。这个随着车上的低压这个运作呢，感觉到车身有一点点晃动啊，这是我们这个火炮正在进行这个吊炮的工作。抓定参数，全班注意，发射。关，把所有电源给我。收到。2炮注意，关闭电源。第一次骑车打完了，就是坐在里边，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这车真的好闷啊！这长时间的坐在这个封闭的车厢里面等待，其实是一件挺痛苦的一个事情啊。而且这个发射的时候，这个噪音其实也是挺大的。我坐在里面，其实打到第3发、第4发的时候，觉得已经有点受不了了。那么完成了第一次的这个骑射之后呢，接下来马上我们学员要组织这个弹药的装填啊。接下来的设计呢，马上也要开始了。当我们仔细看发射画面的时候，可能可以发现，这次远火射出的火箭弹要比实际当中的要小得多。是的，因为真正的远程火箭炮射程太远，目前的靶场并不能容纳得下这样的射击科目，所以现在在这门远火里，实际上装填的还是122毫米的火箭炮弹。不过通过这样的训练，依然可以考验车组的操作能力。而且122毫米火箭炮发射的威力还是很强的。看到这个扬起的这程度正在向我这边飘过来。打完了吗？打完了。我们的车组在呼唤我们后面的学员进行这个弹药的重新装填，我们过去看一下啊。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发射车发射管的后面啊，这个火箭弹点燃时候瞬间喷出这个喷流，把地上的这个石头都刨掉了一层。东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的驻训场，新型的车载加榴炮和它的保障支援车辆一起在这片戈壁滩中的车场整齐地停放着。战士们正要利用实弹射击前的一点时间，对装备进行必要的保养工作。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把新装备从炎热潮湿的南方拉到已经显露出初秋寒意的北方。这些车辆要全部机动到阵地上，参加首次箭尖瞄准射击训练。你中间呢隔了很多山啊，按照我们作战的时候来讲，底下的这个都是我们的合成部队啊，我们合成的作战的这个战斗队形都在这个弹道底下。我们炮兵啊打箭瞄才是真功夫啊，直瞄啊就像坦克打靶一样，和打枪一样，你要是看到哪里打到哪里。只有我们炮兵啊，箭瞄射击做到精准射击，这才是我们炮兵真正形成作战能力。在射击阵地上，战士们拧开保存引信的小罐子，为弹丸完成射击前的最后一道程序，然后把它搬到自动输弹机上，张弓搭箭。接下来就要看能不能把这门新晋战神打响打准了。好，那么现在这个射击的训练任务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个正式射击开始之前呢，我们这几个炮呢要有发这个温炮。温炮的过程当中呢，为了防止这个出现意外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这个我们的炮班的这个成员啊，都躲到了后面这个掩体当中。开始几发的击发呢，都会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通过这个拉绳的方式来完成。要打了，要打了！
是非常远，但是我就在这个位置都能感受到这个炮弹激发时冲过来的一个气浪。非常浓重的硝烟的味道。通过几轮的练习和测试，每个炮班都展示出了对新型火炮操作技能的熟练掌握程度。不过，今天射击训练任务的目标还不仅仅是这些。在指挥部的调动下，所有火炮临时调整射击阵地位置，这意味着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火炮的撤收和展开，并重新瞄准调炮。而接下来将进行的是多炮的齐射，这更是对火炮之间的协调统筹提出了新的考验。大炮不需要。哦。这个震荡波要把我脑袋射穿了。在发射阵地上都如此震撼，我难以想象，在落区的那些靶标，面对漫天飞舞、扑面而来的炮弹，要经历怎样的暴击。还好，我们不用靠想象，我们可以通过靶场观察哨的镜头来看看这场钢铁暴雨。从部队的这个操作啊，包括这个最后这个弹道的性能，包括对目标的射击的效果，应该说都是非常好的，还是很喜悦的，很高兴的，是吧？我们部队打完了之后，确确实实就是完全掌握了这项装备，是吧？就像掌握了一项技能，啊，这个应该说收获还是很大。华北腹地的实弹射击训练场，在这个季节总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炮兵分队正在这里展开野外驻训，他们将用一场实弹射击检验大家的训练成果。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122毫米车载加榴炮的阵地上，这个是我所看见过的炮兵阵地里面规模最大的一个，20多门的这个火炮在这边一字排开，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的实弹射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战士正在这边，准备往车上运送弹药。现在打开这个箱子里呢，装的是药筒，啊，就是我们炮弹这个发射药。压制！火药燃烧产生的巨大能量，把一枚接近20公斤的弹丸高速推出。炮口的制退器把发射药燃烧的火球劈成了3份。迎面而来的冲击波让我们的镜头都跟着颤抖了起来。只有炮班的战士们在各自的站位上纹丝不动。现在各炮呢是以20秒的时间间隔啊等速发射，等速射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科目，同时也是检验一下火炮的这个状态啊，以瞄准的这个精度，为后面更加复杂的训练科目，包括急速射，包括这个全连全营的这个齐射做准备。
这一门炮射击的威力已经震得我晕头转向，而接下来完成了对火炮状态的检查后，整个阵地上的火炮就要准备进行齐射了。这才是实战中炮兵常用的作战方式之一。因为我们战场上就是即发现目标，即摧毁。如果说我们用单发射或者等速射这样的发射，这个间隔比较大，导致这样的我们发现目标，我们不能摧毁，就我们炮兵就完成不了任务。所以说，通常呢战场上我们是用齐射或者是急速射。像我们这种营齐射，其实最难的就是一个指挥。确实，要让分布在阵地上的火炮能够像一个炮班操作出来的一样，那么整个分队的指挥系统必须严丝合缝，所有炮班也要做到步调一致。装填要捅了，所有火炮准备就绪，即将齐射的阵地上，安静的好像只有风声。挥旗的一瞬间就爆。我震得我有点失忆的感觉。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连续被20几个冲击波拍在脸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番难得的经历。而在落弹区，这样的齐射也会给敌人带来一场刻骨铭心的记忆。哇，漂亮！通过观察所上报的这个射击效果，我们这个射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整个这个覆盖了目标的前后左右，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要实现这样密集的火力覆盖，不仅可以靠大量的加榴炮进行齐射，火力分队还有另外的方法，把敌人的阵地陷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多管火箭炮。1、2，走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的122毫米的这个火箭弹的弹药，还挺沉。刚才我看了那个标牌，一个弹药箱起来就是将近400斤。然后一会儿我们战士要通过手工装填的方式，把这些弹呢装到我面前这个火箭炮的导向器里边。哎，这个是我们国产的81式122毫米40管的火箭炮啊。1、2、在这边弹药的装填工作已经开始了，正好我们在这边能看一下我们这个122毫米的火箭弹啊，就长这个样子。它的这个长度的大部分啊，都是用来这个装填固体的火箭推进剂的，就跟我们常见的运载火箭差不多。那么头部呢，装着炸药啊的战斗部是吧？是负责爆炸然后产生杀伤的那个部分。最尖端的这个银色的，就它的这个引信。那么现在弹和引信呢是一个结合的状态啊，随时呢就可以进行发射。那么在这个头部呢还看到这样一个金色的小圆环，它这个学名呢叫做这个阻力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弹里面的这个推进剂它的量也是一定的，工作时间是一定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它飞得那么远，是吧？打的目标只要打得准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呢，前面就会加一个阻力环来增加它的这个飞行的阻力，然后让它达到我们这个理想的一个射程。然后在它的尾部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来稳定飞行的这个尾翼啊，现在呢处于一个这个折叠的状态。然后它会在这个发射飞出这个导向器的一瞬间，展开。一会儿我们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超高速摄影啊，可以看到这个尾翼展开这个过程。往前走点，这样有点那个，往前走。因为只是一场实弹射击的训练，所以40个定向管并没有全部装满弹药。但是除此之外，
所有的要求都是实战标准。在阵地的后方，我还发现了一组不一样的战士，他们密切地关注着阵地上的气象情况，尤其是风。火箭炮射击啊，对于这个地面风啊，这个要求比较高，尤其是阵地的地面风。因为我们这个火箭炮初速，这个射击初速比较小，所以说受风的影响比较大。每次在实弹射击过程中，在下令主员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个火箭炮单独的地面风单独进行修正加进去。与此同时，我发现他们对温度也格外关注，而这个温度并不是指天气的气温，而是火箭炮发射药的药温。火炮这个里边的火药进行燃烧的过程中，如果温度高的话，它燃烧可能造成的这个火炮的初速就是比较大。然后如果它温度比较低，那它起燃点啊，然后它燃烧之后，它爆发这个能量就可能造成这个火炮初速啊稍微变小，就会影响这个射击的近和射击的远这个距离上。所以说这个药温还是比较重要的。每次这个进行射击的过程之前，都要把药温进行精确测量，因为这对这个提高我们这个火炮的射击精度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为了能够命中视距之外的目标，没有一个细节是可以被忽略的。现在，火箭炮的实弹射击就要开始了。火箭弹点火瞬间，强大的固体火箭推进剂迸发出烈焰和热浪。出膛的弹药虽有几百斤的钢铁之躯，却在强大的推力下，轻盈的如同一只弩。折叠的尾翼瞬间打开到位，让弹体稳定飞向空中。我们发现打到这个科目的时候呢，我们连长这个看手表的动作次数就多了啊，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科目是等速射啊。要求呢，我们各炮呢是以20秒的间隔进行发射。那虽然它的这个火力并不是特别密集，但是呢，在非常精准的20秒最后1秒落下之后，就把这个弹打出去，其实是对我们车组的这个准备工作要求也是非常高。那么刚才这个弹出去之后，大家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2段声音啊。第一段是这个非常尖利，这就表示它的这个火箭发动机正在工作。然后这个突然天空就安静下来，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固体火箭燃料燃尽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弹会这个沿着原来赋予它的这个方向，以抛物线的形式啊飞向目标。看着向我扑来的滚滚浓烟，我忽然想起，刚才炮班的战士们去哪儿了呢？在完成射击准备之后，他们并不能离开发射车太远，因为随时要对火炮进行调整。那么在车边看火箭炮开火会有多震撼呢？我决定和战士们一起隐蔽，体会一下他们的感受。就因为这个跟普通的加榴炮不太一样啊，就我们这火箭炮前后2侧都不太安全，反倒是车的这个左右2侧是适合这个我们战士们隐蔽的地方。主炮啊，在我这个左手边，这个好像感觉更近一点，有10米。这个带来的震动跟我们大口径的加榴炮完全不一样啊！大口径加榴炮感觉就是大锤锤了你周围的这个空气，而这个呢就感觉好像是一把巨大的钢锯啊，在撕裂天空那种感觉。哇！现在一阵浓重的这个硝烟味和这个金属被烧过的味道。几天里，跟随这个火力分队的战士们辗转不同的阵地，让我感受到了炮兵在现代战争环境中的蜕变。更强的打击能力，更高的打击精度，更灵活的打击手段，让它依然是战场上消灭敌人最值得信赖的力量。而这也是炮兵专业的战士们
选择它、热爱它、坚守它的原因。我觉得我很荣幸能够作为那个多年的一名炮兵吧，干了16年这个炮长，然后确实在我们连队也是带出来不少的一些这个新炮长吧。比如说我们快速占领、快速完成射击准备、快速射击、快速转移，然后再快速占领，而且我们还能达到我们精确瞄准，这样实现了5快1准。那我们这个炮兵在战场上就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效果。我们要必须研究向这个方向瞄准，保证我们这个大部队，还有就是